很多花友都有一个严重的误区，总觉得万物生长靠太阳，家里要是没有个朝南的大阳台，好像就不配养花一样。特别是刚把花买回家的时候，生怕亏待了这些宝贝，恨不得把采光最好的位置都让给他们。结果怎么样？不出3天，原本水灵灵的叶子焦得像锅巴，特别是叶片边缘全是一圈枯黄。无论你怎么浇水喷雾，它就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其实这真不是你养护技术不行，纯粹就是位置放错了。你把那些天生喜欢躲在树荫底下乘凉的植物，硬生生拽到了大太阳底下暴晒，这就好比把一个皮肤娇嫩的婴儿扔到沙漠里去晒日光浴，它能不脱层皮吗？我们先来纠正一个概念，什么叫北阳台的优势？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北阳台阴冷、潮湿、没阳光，是植物的禁区。其实大错特错，对于植物界相当大的一部分成员来说，北阳台才是5星级的总统套房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要从植物的原生环境说起。很多现在的网红观叶植物，它们的老家都在热带雨林的底层。你想想看，在茂密的雨林里，高耸入云的大树把头顶的阳光遮得严严实实，能漏到地面的光线都是经过树叶层层过滤后的散射光。这种光线温柔细腻，没有直射光的爆裂。而且雨林底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是湿度大，通风好，温度相对恒定。我们家里的北阳台恰恰最接近这种环境。这里没有中午毒辣的直射光，不会瞬间蒸发叶片上的水分，也不会把花盆里的土烤得滚烫。对于那些根系细弱、叶片薄如蝉翼的植物来说，这才是最安全舒适的家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一种见光死的植物，就是气质满分的铁线蕨。这东西在花市里看着是真诱人，那一丛丛嫩绿的小叶子，搭配上黑得发亮的细铁丝一样的茎干，摆在桌案上，那种文人雅士的范儿立马就出来了。但是它也是出了名的难伺候，很多人叫它叶枯灵。买回家2-3天，叶子就开始卷边发黄，最后变成一堆干草。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水没浇够，于是疯狂浇水，结果根又烂了，最后只能连盆扔掉。其实铁线蕨养不好的根本原因80%都是因为光照太强和湿度不够。铁线蕨的叶片非常非常薄，薄到什么程度？你对着光看，它几乎是半透明的。这就意味着它锁水的能力极差，在强光照射下，叶片表面的水分蒸发速度极快，快到根系吸收的水分根本来不及输送到叶间。这种供需一旦失衡，叶间立马就会脱水干枯。这种物理性的损伤是不可逆的，浇了就是浇了，你喷再多，水也变不回绿色。所以养铁线蕨第一条铁律就是严禁直射光，哪怕是早上9点钟那种看似温柔的阳光，晒久了它也受不了。把它安顿在北阳台的窗台内侧，或者客厅明亮的角落，只要能看清书本上的字，那个光线强度对它来说就足够了。它需要的是明亮的散射光，而不是阳光直射。除了光照，这里还有一个超级核心的秘密，就是关于湿度的控制。很多人以为湿度就是往盆里浇水，这是两码事。铁线蕨是典型的喜湿润环境，但怕积水烂根的植物，它的根系全是那种细细密密的毛细根，非常敏感。一旦土壤长期积水不透气，这些毛细根就会窒息腐烂，根一烂，叶子自然就黑了。所以浇水要见干见湿，摸摸土表干了再浇。但是空气湿度一定要高，北阳台因为没有强光直射，水分蒸发慢，局部的空气湿度相对南阳台要高很多，这就天然适合铁线蕨生长。如果你觉得还不够，千万不要没事拿着喷壶对着叶子猛喷，这种做法其实很危险。水分如果长时间停留在叶片上蒸发不掉，在这个不通风的室内环境下，很容易引发叶斑病。正确的方法是找一个宽大的托盘，在里面铺上一层陶粒或者小石头，然后倒点水进去，水位不要没过石头，再把铁线蕨的花盆架在石头上，这样水分蒸发上来，就在花盆周围形成了一个局部的湿润小气候，这才是模拟雨林环境的高级玩法。而且铁线蕨还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它非常记仇，一旦你让它干过头一次，
所有的叶子全部枯死给你看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先别急着扔，它生命力其实很顽强，只要根没死就能救。你拿把剪刀贴着土面，心狠一点，把所有枯黄的枝条全部剪光，剃个光头。然后把盆放在北阳台通风阴凉的地方，保持盆土微湿，大概过个10天半个月，你会发现土里冒出无数个像小拳头一样的嫩芽。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它的生命力有多旺盛了。这些新长出来的叶子，因为从一开始就适应了你家的环境，会比之前买来的时候更皮实。所以说铁线蕨不是难养，是它太挑环境。南阳台是它的火葬场，北阳台才是它的温柔乡。只要位置放对了，它能从一个小盆长成一大丛，那种飘逸的感觉是任何硬叶植物都比不了的。接着我们来说第二种，这种花比铁线蕨稍微皮实一点，但是颜值更高，色彩更丰富，它就是叶艺界的颜值天花板——竹芋。这里说的竹芋不是菜场里买来吃的那种，而是专门观叶的品种，像什么孔雀竹芋、青苹果竹芋、油画竹芋。每一个品种的叶子都像是一幅精美的油画，特别是叶片背面的颜色，往往是深紫红色的，非常高级。但是养过竹芋的朋友都知道，这东西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卷叶子和焦边。好好的大叶子，边缘总是干干巴巴的，或者是大白天叶子卷成一个桶。这其实就是它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，光太强了，我受不了了。竹芋这种植物在原产地也是生长在树荫下的，它的叶片很大，但是并不厚，为了争夺有限的散射光，它的叶片进化出了非常敏感的感光机制。你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，竹芋的叶子是会动的，白天它的叶子会平展开来，尽可能多的接收光线，到了晚上它的叶子会竖起来合拢，就像人在祈祷一样，所以外国人管它叫祈祷花。这种运动机制是为了调节水分蒸发和保护自己。如果你把它放在南阳台，强烈的阳光会破坏它叶片上的叶绿素，导致叶片褪色，原本色彩斑斓的花纹会变得灰蒙蒙的，就像照片曝光过度一样。更严重的是，为了减少水分流失，它会被迫把叶子卷起来，减少受光面积，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。如果你发现你家的竹芋大白天叶子也是卷着的，那绝对是光照太强，或者是极度缺水了。把竹芋放在北阳台是养好它的第一步。北阳台柔和的散射光能最大程度的激发出它叶片上的色彩。你会发现放在北阳台的竹芋叶片油光水滑，花纹清晰，对比强烈，那个质感跟放在南阳台暴晒的完全是两个档次。但是光有北阳台还不够，养竹芋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致命细节，那就是水质。很多花友说，我都放在北阳台了，也没暴晒，土也保持湿润了，为什么叶尖还是焦黄的？这就要问问你平时给它喝的是什么水了。竹芋对水里的氟化物和氯气非常敏感。我们家里的自来水通常都含有漂白粉和消毒剂成分，这些化学物质对于皮糙肉厚的植物可能没事，但是对于竹芋来说，简直就是毒药。这些物质会随着水分输送到叶尖，因为排不出去，就会在叶尖堆积，最后导致叶尖中毒坏死，呈现出焦黄的状态。所以养竹芋，如果你真的想让它一片叶子都不焦，哪怕你把它供在北阳台，也要注意浇水的问题。最好的办法是把自来水接出来，在敞口的桶里晾上2-3天，让水里的氯气挥发掉再用，或者条件允许的话，用纯净水或者是收集的雨水来浇。你会发现效果立竿见影，叶子边缘那种焦黄的情况会大大改善。另外，竹芋虽然喜欢湿润，但是特别怕盆土积水，它的根茎是肉质的，水多了容易烂。所以在北阳台养护的时候，配土一定要疏松透气，多加一点珍珠岩或者椰壳，保证水浇下去立马能从底孔流出来，不要让根泡在泥汤里。只要解决了光照和水质这两个大问题，竹芋在北阳台的长势会非常惊人，它会长出很多侧芽，爆盆的速度非常快，而且叶片越大越有气势，随便摆在家里哪个角落，那个高级感瞬间就拉满了。这第三位主角，它和前2位单纯观叶的植物不同，它是能开花的，而且开起花来不要命，
花色多到让你眼花缭乱，最关键的是它极其耐阴，甚至可以说它是怕光。它就是大岩桐。可能很多朋友听过这个名字，但是对它的习性还是一知半解，经常把它当成普通草花扔在南阳台晒，结果叶子晒得像烫伤的猪耳朵，花苞还没开就掉了。大岩桐其实属于苦苣苔科的植物，这个科属的植物绝大多数都是耐阴的高手。它们的叶片上通常长满了绒毛，这些绒毛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为了在阴暗的环境中收集露水，并且减少水分蒸发。如果你把大岩桐放在太阳底下暴晒，阳光会聚焦在这些绒毛上的水珠里，形成凸透镜效应，瞬间灼伤叶片，留下一个个难看的斑点。而且高温会让它的花朵迅速萎蔫，本来能开半个月的花，晒2天就谢了。大岩桐在北阳台的表现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，只要有一点点明亮的散射光，它就能源源不断的冒花苞，而且它的花朵很大，颜色非常艳丽，有丝绒的质感，那种雍容华贵的感觉，完全不输给牡丹。在北阳台养大岩桐，最核心的技巧其实不在于光照，因为北阳台的光照对它来说已经很完美了，最核心的在于怎么浇水。这东西有个外号叫烂球王，它的底下有一个像土豆一样的块茎，这个块茎储存了大量的水分和养分，所以它非常耐旱，但是极其怕涝。很多人看它开花这么大，就觉得要多浇水，结果水一多，底下的球茎直接化水腐烂，整颗植株瞬间倒伏。在北阳台养大岩桐一定要管住手，等到盆土干得差不多了，叶子稍微有点发软下垂了，再浇水。而且浇水千万不能当头淋，还记得它叶子上的绒毛吗？那些绒毛沾了水很难干，在室内如果不通风，沾水的地方很容易烂掉。所以给大岩桐浇水最好是用浸盆法，找个脸盆装点水，把花盆放进去泡个10几分钟，让水从底下吸上来，直到盆土表面湿润了就拿出来。这样既能补足水分，又能保证叶片和花朵不沾水，安全系数最高。另外，大岩桐开完花后的修剪也是个技术活，很多人看花谢了就觉得这花废了，其实只要你把残花连同花杆一起剪掉，保留健康的叶子，继续在北阳台养着，给点稀薄的磷钾肥，过不了多久它又会从叶叶间冒出新的花苞，一茬接一茬，简直就是北阳台的开花机器。刚才我们提到了施肥的原则是薄肥勤施，但在北阳台养花，除了肥料的浓度要控制，肥料种类的选择更是大有学问。很多花友不管养什么花，也不管是观叶的还是观花的，随手抓一把复合肥就往盆里撒，这在南阳台可能还能勉强凑合，毕竟光照强，植物代谢快，但在北阳台这种粗放的喂养方式很容易出问题。特别是我们刚才说的这3种花，它们对营养的需求各有侧重。像铁线蕨和竹芋，它们主要看的是叶子，我们需要的是叶片翠绿、宽大、有光泽，所以我们要多给它们补充氮肥。氮元素是长叶子的关键，但是单纯补充氮肥又容易让茎干徒长，变得细细长长的挂不住叶子，所以还要配合钾肥，让枝干强壮。市面上那种通用的观叶植物营养液，通常氮和钾的比例比较高，非常适合它们。每次浇水的时候滴上2-3滴，摇匀了再浇，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补给，比你1个月撒一次颗粒肥要安全得多，也好吸收得多，植物吃得舒服，长势自然就顺。而对于大岩桐情况又不一样了，它是开花机器，开花是需要消耗巨大能量的。如果你只给它吃氮肥，它就会拼命长叶子，叶子长得比巴掌还大，就是不见花苞，或者花苞很小，开出来颜色惨淡。这就是典型的营养生长过剩，生殖生长不足。所以在大岩桐的生长期，特别是看到叶心中间开始冒那个小小的花蕾时，一定要马上停止施用高氮的肥料，转而使用磷钾含量高的肥料。磷元素能促进花芽分化，让花苞更饱满，钾元素能让花茎更挺拔，这样开出来的花才不会垂头丧气。你可以用磷酸二氢钾兑水，浓度稀释到1000倍以上，直接灌根，千万不要喷叶子，因为大岩桐的叶子有毛，喷了肥水干了以后会留下白色的斑点，
非常难看，还容易引起烂叶。只要掌握了这种精准施肥的节奏，你的大岩桐就能一波接一波的开，甚至开到让你觉得它是不是透支了生命。聊完了吃，我们再来聊聊住，也就是盆土的选择。在北阳台养花，盆土的透气性简直就是生死线。在南阳台，因为蒸发快，你用稍微绵一点的土或者原土可能问题不大，反正干得快。但是在北阳台，水分蒸发主要靠植物的蒸腾作用和那一点点微弱的空气对流。如果你用那种挖来的黄泥巴或者容易板结的原土，浇一次水，半个月土心都是湿哒哒的，这种环境就是烂根的温床。特别是铁线蕨、竹芋和大岩桐，它们的根系要么是细弱的毛细根，要么是肉质的块茎，最怕的就是闷，根系呼吸不畅，产生的酒精会直接毒死根系。所以给它们配土，必须要是松软的像海绵一样的土。我建议大家用泥炭土作为基础，加上1半左右的颗粒物，这个颗粒物可以是珍珠岩，也可以是粗椰壳或者青石，比例至少要达到40%到50%。这样的土水浇下去，你是能听到水流穿过土壤的声音的，几秒钟就从盆底流出来了，只保留了土壤原本持有的湿气，而不积水，这才是北阳台养花的保命土壤。除了土，花盆的选择也有讲究。很多花友为了好看，买那种又高又深、上了釉的陶瓷盆。这种盆确实漂亮，但是在北阳台养这几种花，这种盆就是隐形杀手，因为它的透气性几乎为零。而且盆太深，底部的土很难干透，上面的土干了，你以为缺水了，一浇水，下面就成了沼泽地。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在北阳台养花，尽量用透气性好的陶盆，或者是底部孔洞很多，侧面有透气孔的青山盆。如果你实在喜欢那个漂亮的陶瓷盆，可以把它当成套盆，里面用塑料盆种，外面套个漂亮的壳。浇水的时候把里面的盆拿出来，沥干水再放回去。虽然麻烦点，但为了花的性命，这点折腾是值得的。接下来我们要攻克一个大难关，就是季节更替带来的挑战。北阳台虽然环境相对稳定，但也不是恒温箱，特别是到了夏天和冬天，这2个极端的季节，是这几种见光死植物的鬼门关。先说夏天，很多人觉得夏天北阳台凉快，其实不然，夏天的北阳台最可怕的不是热，而是闷。那种桑拿天一样的闷热高湿，如果不通风，分分钟能让铁线蕨倒伏，让竹芋烂心。在这个时候，除了刚才说的加强通风，比如用电风扇吹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操作，就是控水。在高温高湿且通风不畅的日子里，一定要管住手，哪怕叶子稍微有点烟，也不要猛灌水，因为这时候根系的活力因为高温而下降，吸水能力变弱，水多了反而成了负担。特别是大岩桐，夏天高温时它会进入半休眠状态，生长变慢，这时候如果水大，球茎必烂无疑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维持盆土微微潮湿，甚至偏干一点，让它们安稳度夏。而到了冬天，北阳台的问题是冷，因为没有阳光直射带来的温度提升，北阳台的温度通常比南阳台低好几度。对于这几种原产热带的植物来说，保暖是第一要务。铁线蕨和竹芋在低温下会停止生长，甚至出现黄叶，这时候千万不要施肥，一滴都不要给，肥料在低温下会变成毒药，损伤根系。而且要严格控水，土表不干，透绝不浇水，甚至可以用喷壶喷叶子周围的空气，补充水分，但不要打湿盆土。大岩桐在冬天比较特殊，如果温度低于10度，它地上的茎叶会全部枯死，很多新手以为它死了，连盆带土扔进了垃圾桶，这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它没死，它只是在冬眠，地下的球茎还活着呢。这时候你应该把枯萎的叶子剪掉，把花盆放在温暖的角落，比如暖气旁边或者稍微有光的地方，整个冬天断水或者只给一点点水，维持球茎不干瘪。等到春天暖和了，给点水，它就会像变魔术一样重新钻出嫩芽，而且长得比去年还要壮。